嗨，我是喜欢给你们做菜的肉仔肉，欢迎来到我的餐桌。今天我们来拆解一道经典川菜——宫保鸡丁。准确来说，宫保菜其实是一系列菜品。随着川菜的发展，厨师们用千变万化的食材，表达着同一种独特且极具特点的味道。而今天我们从它的原点说起，也就是宫保鸡丁。要做好这道菜，我们首先要解决3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宫保？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历史人物丁宝桢。老丁出生于贵州，曾任山东巡抚、四川总督，因其毕生卓越贡献，去世后被追赠太子少保，也就是太子的老师，世人称为丁公保。于是他发明的一道炒鸡丁，由于其味道独特，广为流传，世人便称之为宫保鸡丁。宫保鸡丁随着老丁的生平轨迹，在贵州、山东、四川3地流传最广，各地版本也略有区别。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四川版。第二，宫保鸡丁是什么味道？各种材料的记载中并没有宫保味这一说法，而关于宫保鸡丁的味型，在川菜书籍中准确描述是胡辣开头，酸甜收口，称之为胡辣荔枝味。那么第三，胡辣荔枝味究竟是什么？胡辣味根据川菜典籍中的描述记载，3个字总结就是炸辣椒。由于辣椒中糖的含量不算低，高温产生的美拉德和焦糖化反应会给辣椒带来更为复杂和迷人的香气。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各地，例如欧洲的意大利和西班牙人，非洲地区和南美地区也都很爱烤辣椒的原因，还一定要烤糊。荔枝味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味似荔枝，酸甜适口。不过川菜典籍中有明确指出，酸味稍显于甜，糖略少于醋，结合上面这2种味道，就形成了宫保鸡丁独特的糅合了香辣、糊香、咸鲜、酸甜的胡辣荔枝味型。理论储备搞定，接下来我们来实操。首先是肉的处理，今天我们会做3个最家常的版本：鸡腿肉、鸡胸肉和虾。鸡腿肉整理后去骨，切成适口的大小。鸡胸肉太厚的话，可以先片开，然后切成适口大小。我个人比较喜欢大块吃肉的感觉，切块都比较大，所以完全不必按照我的标准来。加盐、胡椒和厨用酒腌制，然后加淀粉、上酱抓匀，最后加一点点油，避免下锅炒制的时候粘黏到一块儿。抓匀后静置至少15分钟。虾的处理很简单，先给虾们来个分头行动，然后拿一根筷子从虾肉和虾壳中间的缝隙捅进去，稍稍一扯，整个虾壳就剥离开了。去掉虾线后，我们用小苏打加水将虾洗一下，这样虾肉会更加弹嫩。传干水分后，加入盐、胡椒和厨用酒和淀粉上酱抓匀，同样加一点点油，放在一旁腌制一会儿。配料首先是姜葱蒜，切成大小均匀的颗粒，干辣椒剪成段，去不去籽问题都不大。然后我们来调制料汁，厨用酒适量，这里用凉水也可以。酱油、醋和糖的比例是1:2:1，仅供参考。我这里为了控糖，只加了1勺白糖，然后用代糖来找补一些甜味。加入适量鸡粉、淀粉调匀，作为出菜前勾芡使用。坚果必不可少，我选择了腰果和虾仁搭配，花生则是和鸡肉的经典组合。空气炸锅或烤箱预热160度，5分钟，烤到色泽金黄即可，放在一旁晾凉。接下来开灶热锅，我们开始烹制过程。先在热锅中加一点底油，放入辣椒段炒制。如果火太大的话，需要离火一段时间，炒到微焦的状态，但是又不能太糊，否则发苦会影响成菜的味道。辣椒炒到位后，再加入花椒，然后补一些底油，依次放入姜、葱、蒜颗粒炒出香味。然后我们放入鸡肉，一开始先别急着翻动，稍微煎一会儿定型后再开始炒制。等鸡肉炒到熟透且均匀上色，我这里大约用了3分钟。加入提前调制好的料汁，翻炒让鸡肉均匀裹上，然后加入花生，翻炒均匀后就可以起锅了。鸡胸肉和虾的炒制方式基本一样，时间会稍长一些，我这里大约用了5分钟，确保内里熟透就搞定了。不过千万注意，也不要炒太久，否则口感不好还容易出水，料汁就不容易挂在肉上了。制作好的宫保鸡丁应该能闻到一股非常浓的混合着辣椒糊香味、花椒的香气和糖醋的味道。鸡肉软嫩焦香且挂制均匀，坚果香脆不回软，就像书中总结的一样，入口糊香四溢，胡辣开头，回
回味酸甜适口，荔枝结尾。这个色泽和这个味道很难让人不食指大动，无愧于是川菜中一道经典的下饭神器。难道它还不值得你们一个点赞、关注、订阅吗？按照惯例，我会把材料的详细用量和热量及营养信息放在屏幕上，你们可以放心取用。正宗的宫保鸡丁和宫保虾球都是不加蔬菜的，一是因为蔬菜自身的味道会影响菜味，二是蔬菜容易出水，会影响成菜的挂汁。都说传统川菜制作重油重盐，我其实并不完全认同。这道菜糖分和用油量控制得当，其实热量是不高的。制作过程中注意细节和火候，就可以做到非常好吃，味道层次丰富而独特，且营养价值也不错。健康和美味其实并非是硬币的两面，处理得当，我们是都可以兼顾的。好了，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谢谢你的观看。祝大家都能吃得健康，吃得快乐。如果你们还想跟我一起去制作和探寻更多美食，别忘了关注、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Peace out。